乐高人说乐高事，乐高新式神之，欢迎回到不亦乐乎会客室。嗨，大家好，我是滴滴，我是 TY。搭完梅利号勇闯伟大航道之后，会客室又穿上了海盗服装了。海盗冒险航线尚未停息，回应捷克船长的邀约，勇闯加勒比海，寻找传奇黑珍珠号。本集开箱将完整剖析轨道船黑珍珠号的前世今生，合组船体细节一集全公开。驰骋浪潮的海盗角色群潇洒登场。如果喜欢有趣的彩蛋故事，别忘记订阅会客室哦。从梭鱼湾到黄金国要塞，近几年乐高官方似乎有意重燃海盗主题的热度哎。在稠稠的登场的海盗人偶更是越来越精致，完全不辜负作为乐高起家系列的经典招牌之一呢。说到海盗，脑海马上想起那首由汉斯季默大师创作的激昂配乐，《神鬼奇航》系列绝对是海盗题材的标准代表作。没错，由2003年第一集《轨道船魔咒》拉开序曲，在大荧幕上描绘奇幻又刺激的海盗历险。后续透过加勒比海盗、巨魂关、世界的尽头、幽灵海及死无对证来拓展整个海盗世界观。以强尼戴普饰演的杰克船长为主角，在汹涌冒险中讲述诡谲奇幻的海上传说、深海阎王、海怪、海神女妖、青春之泉、海神三叉戟等等，让人不可思议，但冒险心又蠢蠢欲动着。在2011年《神鬼奇航：幽灵海》电影上映的时候，乐高官方推出了9款相关套组，补足前面几集的故事场景。在2017年推出第5集剧情中令人闻风丧胆的鬼船沉默玛丽号。海盗主题最吸引目光的，绝对就是海盗船了。旧系列3艘海盗船合组，都是系列收藏玩家视为宝物的珍贵收藏。而作为主角船只，乐高形态的4184黑珍珠号海盗船，在时间洗礼下，早已是突破5位数的神级身价。当时还有以专拼搭建的 Polybag 迷你版黑珍珠号，以及因故事而出现的瓶中船印刷形态呢。没想到在9月，官方透过 Icons 典藏产品线，将黑珍珠号复刻翻新，成为10365全新合组。新入坑的伙伴们也可以当一回轨道船船长了。巨大高耸的黑河上，黑珍珠号准备扬帆出海，片数比起旧版激增了2000多片，以2862片零件构成，底下放有电影系列的标准图徽。考量版权问题，合组名称以杰克史派罗船长的海盗船为主，飘扬的签名是参考电影设定的内文样式，改成了17世纪羽毛笔笔触字体。合组侧边可以看到黑珍珠号正朝你驶来，转到合组背面，视角调整成了黑珍珠船尾方向，标示整船尺寸，宽64公分，高度也是64公分，稳妥的一艘正方黑船。作为超精致典藏版的黑珍珠号，船体内部也蕴藏许多空间细节和联动机关。翻看说明书，前面透过剧照和文字，让影迷重新忆起黑珍珠号的传奇印象。有趣的是啊，在新版黑珍珠号初期提案时，协助制作概念模型的人就是设计梅利号合组的以谦老师哎，跨组支援完全源自于对海盗题材的热爱。继前进梅利号之后，再度参与了影史经典海盗船的打底历程。在提案通过后，由负责过抓鬼车、农生5号、失国城堡的设计师麦可皮亚基接手，更增添许多有趣的互动机关。初期神出鬼没，让人毛骨悚然，后续成为大家心目中最可靠的海上伙伴。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电影中黑珍珠号的来龙去脉呢？堪称《神鬼奇航》电影系列最标志的海盗船，漆黑神秘的黑珍珠号早已跟电影画上等号。但对于这艘船的来历，实在是扑朔迷离。黑珍珠的船体形式属于至少有2层甲板构成的大型3桅盖轮帆船。根据电影设定书《海盗守则》，一本为那些渴望遵守准则并过着海盗生活的人而写的书，以及电影衍生小说《自由的代价》，船原本名叫邪恶女仆号，是一艘散发黄金色泽的白帆贸易船，原属于东印度公司西非事务总监卡特勒·贝克特。当时有一位平凡的小船员名叫杰克·史派罗，向贝克特提出许多实用的航海建议，两人成为莫逆之交。而贝克特任命杰克掌舵邪恶女仆号，替他出海前往科尔马岛，探寻蕴藏宝藏的闪耀之城泽祖拉。但杰克为了避免岛上的居民受到奴役，拒绝透露岛屿的位置。贝克特因为感到背叛而非常的愤怒，更将邪恶女仆号塞满奴隶，要求杰克运送到巴哈马群岛。杰克迫于无奈只能答应，但出海后却改变了航线，转往科尔马岛，并请求岛上的法老沙巴寇来保护奴隶。再度遭到背叛的贝克特怒不可遏，下令逮到了杰克。作为惩罚，贝克特不仅在杰克的手腕上留下了象征海盗的 P 字烙印，更将邪恶女仆号放火烧毁。
杰克急忙逃脱，并潜入海中要拯救心爱的船只，却一起被海浪吞没。一瞬间的求生意志召唤了深海阎王大卫·琼斯，他与杰克达成了协议，不仅复活了杰克，更从海底打捞回邪恶女仆号，还提供杰克13年的凡间光阴。但之后要在飞行荷兰人号上服役100年。帆船船体构造完好如初，唯独色泽变成遭火吻后的深邃焦黑。杰克受到圣经预言启发，将邪恶女仆改名为黑珍珠，帮船涂上黑漆，桅杆挂上黑帆，展开海盗生活。杰克更成功跻身9大海盗王之一，掌管加勒比海域。2年之后，非常想争夺死亡之岛宝藏的大副赫克特·巴博沙发起叛变，将杰克弃置在小荒岛上，而杰克死里逃生，重新夺回黑珍珠掌控权，并发展出后续系列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精彩冒险故事。没想到黑珍珠号还有如此曲折的过往，非常适合拍成前传电影呢！准备好羊驼，跪求强叔回来领衔主演啊！快速回顾电影历程，夺回黑珍珠号之后，杰克为了躲避深海阎王而搁浅在食人族岛屿。后来深海阎王派出海怪追杀，杰克连同黑珍珠号被海怪拖入深海阎王的魔柜，却又受到同伴帮助，顺利逃回阳间。在漩涡海战后，联手摧毁贝克特的阴谋诡计，黑珍珠又被巴博沙再度偷走，结果撞上了黑胡子听奇，船体被魔法封在酒瓶里头，好险有成功破瓶解封，带领新主角群一边躲避恐怖的萨拉查鬼船长，一边寻找海神三叉戟，成功破除了大海上的所有诅咒。最终，杰克跟随繁星航行，黑珍珠号消失在海平面。经过14年的光阴，复刻蜕变成黑盒典藏版的黑珍珠号，让许多海盗迷、船舰迷非常期待。来看看新版本有什么超特别的设计和细节吧。10365黑珍珠号开箱，我们同样会将船体拆分成船头、船身以及船尾3大部分来仔细讲解。首先以船壳零件为基础，从底部斜砖延伸出船底龙骨，最前端放上了河组中非常特别的雕像人偶，严格说来它算是船体之一。这位是超美丽的黑珍珠号船首像。很久以前会客室开箱梭鱼湾时有提过，在16世纪时，造船者会依照神话或船名来塑造船首装饰，更传说精灵会寄宿在雕像之中，保护水手航行平安，还会引领遭逢海难的伙伴亡灵到达彼岸。虽然第5集电影死无对证更换编剧，让影迷普遍认为并非正规故事，但电影中能够看到，作为黑珍珠号前身的邪恶女仆号就有这尊船首像。在第1集轨道船魔咒中，镜头就有特别聚焦这尊雕像的细节，都以手捧展翅鸟形的天使姿态来呈现。旧款4184安置了一尊纯黑长发人偶，腰部扣上黑色羽翼，手上拿了奇妙的深灰羽毛零件。这次新版一改电影的漆黑样貌，调整像是自由女神般的沙绿色调，侧分盘起的长发下是向往自由的坚毅表情，身躯覆盖的典雅布袍皱褶印刷延伸到底部，人偶背部更挂上鲜少使用的美丽羽翼配件。过去在鬼船沉默玛丽号合组就有使用特别的灰色雕像人偶，重现电影中的极其恐怖还会复活攻击的船首女战象。这次将黑珍珠号船首像画成美丽的专属人偶形态。有趣的是，雕像手捧的奇鸟也并非是同色调，反而换成米色模样。这只小鸟可能是呼应电影中萨拉查船长给杰克起的讨厌昵称。船首向两侧是对称展开的弧形架栏，连接到后侧护栏，在天使背后承载着黑珍珠号厚重的船首斜围，左右两侧护栏用铰链零件串接起超巨大船锚。第5集电影中，巴博沙让大船锚成为主角群获救的好帮手，在普通船锚顶端用黑砖延展出超宽锚柄，成为与船体相匹配的规模，能像在电影中航行那样，稳稳地将船锚垂挂在栏杆间隙的专属空间里。稍稍垫高的船首甲板区域以黑色长力杆零件串接成黑珍珠号的前桅杆，电影中杰克就被绑在桅杆上，揭开巴博沙的重要秘密。关节处以特别零件串接附带握柄的长条零件，末端用太空系列曾出现的双柄器具来衔接。桅杆上具有平台，能够让船员站立。从关节处横向组装出能挂载大船帆的帆航。这次新合组再度使用海盗迷熟悉又热爱的帆布零件，10张黑帆非常的有分量诶。为了凸显黑珍珠的鏖战经历，帆布刻意设计破洞和锯齿边，透过绳索及卡扣零件，第一片三角纵帆由船首斜桅和前桅拉撑而起，还加上黑色电话筒来延展固定。高耸前桅杆比起旧款还多出了一面黑色横帆。从基底建构出稳重厚实的黑珍珠船身区域，左右两侧组装出灰色爬梯，更精准还原装设在船身的炮门盖。左右两侧各有8扇，这边有一个超级帅气的设计，等等再来介绍。走上黑珍珠号宽幅甲板，电影中许多重要的名场面都在此发生。4184合组在下凹甲板中简单陈列一座大炮、弹药、武器等等配备，新款则强化许多细节。
一艘带有船桨的深色小木筏置放在甲板上。在大航海时代，木筏是使用上相对简单的海上载具，能够让船员们在浅水区移动。不过电影中比较常是杰克临时落跑的好帮手。拿开木筏，底面是窗棂结构，能够看到黑珍珠号的船舱内部，整片结构能完整拿起，进入下甲板船舱之中。对应船身炮门盖内侧陈列着一门又一门强大火炮。虽然并非是旧款可弹射形式的大炮零件，但新版本透过专拼也有不同的氛围哦。大炮的专拼手法其实致敬了2017年沉默玛丽合组的组装方式呢。在大炮与大炮之间静静地放了一口宝箱，里头存放着2枚金色杯子，会不会是第4集《幽灵海》故事中饮用生命之水必备的庞塞德莱昂圣杯呢？船身甲板后方处理黑珍珠号主桅杆，底部附带一座延伸短棒的轴轮。在电影中，拉起成堆火药及兰姆酒，重创海怪触手，也是控制大船锚铰链下放或收回的主要控制轮。桅杆向上延伸，同样挂上了3面巨大黑帆，透过主桅和前桅之间的关节，串联起中央纵帆。主桅杆最顶端挂上了象征黑珍珠号身份的海盗骷髅旗帜。C84旧版是使用塑胶片，新合组改回帆布印刷，对海盗玩家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呐！视角来到厚实的船尾区块，以黑色砖堆叠形成微微上扬的大船壳，双边各有2枚扣板盖上的炮孔。除了呼应旧款之外，更致敬了乐高传奇海盗船黑海梭月号的炮孔盖。莫侧短棒上端铺排了透明砖形成的窗板，外部环绕弧形零件成为复古窗框，上方用浅灰圆弧厚砖拼成屋檐。这里正是黑珍珠号重要的船长室。屋檐上方用2枚黑色全曲零件形塑船尾板雕花，旧版扣上3枚小型壁灯，改版后用反装形式串联透明中型零件，成为黑珍珠号独具风格的船尾照灯。在电影中，这边其实有一整片的人鱼木刻雕塑，合组改成了简单利落的纯黑浅弧形模样。窗缘下方的船板具有凸点，方便让海上的妖魔鬼怪有立足点。船尾内凹处是船体设计的精华所在，左右2侧各有一枚看起来像是藤壶的齿轮枢纽，转动枢纽可以牵连船底卡榫，让对应侧的炮门盖同步上掀，并将内侧的专拼大炮推出来，准备来一场海盗火拼。旧版大炮需要手动推送，新版的这个联动设计实在是太帅了。2枚枢纽之间是黑珍珠号航行移动的命脉，船尾舵板斜砖组建起比人偶还要高出许多的巨型结构。这边具有另一个联动机关，玩家可以转动船尾甲板上的主舵轮，就能够牵引舵板左右移动，用砖完美还原帆船船体的原有结构。回到船尾甲板，舵轮下方有扇小木门，应当是通往船长室入口。打开门却是一个小台座，供奉海盗们视为凉拌的兰姆酒。在大航海时代，用制作蔗糖剩下的糖蜜发酵或蒸馏而成的兰姆酒，成本低廉又易于保存。除了对坏血病具有预防和抑制功效，还可以帮酒放的饮用淡水杀菌消毒，所以受到艰苦讨海人的喜爱。舵轮后方立起第3根后桅杆，依循比例，相较前面2根略矮一截，挂上第3面3角纵帆，上面再敞开大片横帆。旧款的船尾处可以将甲板挪开，从2侧掀起，就能把玩船长室空间。新款则延续像是之前德姆兰交通船前进梅利号海贼船的抽拉设计，从透明专区往后拔起。黑珍珠号的船长室空间一览无遗。在电影中，巴博莎不怀好意的宴请伊丽莎白，讲述厄兹提金币的故事。杰克心不在焉，对着航向被讨债的恐惧挥之不去，都发生在船长室。这里还曾被幽冥飞船猛烈炮轰过。新版船长室以相对明亮的米黄砖构成，花边底座点满白色蜡烛，角落堆着藏宝图。这张藏宝图写着我的名字其实是这张藏宝图的平面设计师乔吉尔的名字缩写。桶里放着一尾鲜鱼，铺着红色布巾的长桌放着面包及酒杯，人物角色能在此谋划下一段冒险的航向。以砖复刻翻新，极具细节又震撼的黑珍珠号，这次合组特别在船底加上了专拼展示船座，让整体更具有典藏质感。承载船轴龙骨的船座可以单独抽起，呈现纯黑船体的完美样态。另外，船身下缘能够再进一步拆分，成为船只进入水线的模样。水线是指船进入水中后吃水深度的基准，能够连接船座的底部区块。其实是采取颠倒组装，最后依靠转向零件来和上端的主船体串联。这个也是源自于以前老师的基础想法，别出心裁的设计，完全彰显设计师对于古典帆船的深度考究和细节追求，真的是非常的佩服。深度解析黑珍珠号外观及内舱结构之后，乘船破浪冒险的角色们也完美人偶化，一共带来8位细节满满的全新人偶。
这位是以强悍走私犯的身份活跃在加勒比海和皇家港的安娜玛利亚。某天，她的小渔船快乐之星号被杰克偷走，最后帅气的沉没在皇家港口，这让他非常的气愤，一路追到了海盗之城图图加港，混入杰克的船员招募现场。但因为杰克仰赖他高超的航海技术，勉强让他加入寻找死亡之岛的旅程。在战斗中，他与其他船员被厄兹体金币诅咒的骷髅海盗们俘虏，获救后决定开走黑珍珠号。最后与伙伴们一起回到皇家港救走杰克，并将黑珍珠交还给杰克。虽然原作的后续历险中，安娜玛利亚依旧骁勇善战，但电影就仅出现在第1集之中。首度人偶化的安娜玛利亚，一头飘逸的深色长发，深肤色的美丽脸庞散发精明笑容，另一脸彰显角色本身不好惹的性格。身穿电影中宽大的白布衬衫，腰际挂有华丽纹饰的大扣环皮带。饰演安娜玛利亚的演员是以《璀璨女人梦》夺下今年奥斯卡影后殊荣、非常美丽的柔伊莎达娜。她在漫威宇宙中化身葛摩拉，在《阿凡达》中则是深演公主奈蒂莉，两者都是智慧且善战的巾帼英雄。安娜玛利亚则是柔伊难得没有特殊化妆的角色哦。在图图加港长大的侏儒海盗马蒂是系列电影中的逗趣担当，时不时还会提供主角群强大助力。单纯为了钱财而响应杰克的船员招募，同样受到诅咒海盗们俘虏。后来他认为杰克欠船员们一艘船，就一起偷走黑珍珠号，最后还是回头来拯救杰克。第2集中，他逃脱原始食人族，并在后续的战斗中存活下来。面对杰克奋战海怪而牺牲，他跟着勇闯深海阎王魔柜救回杰克。虽然缺席了第4集生命之泉的探索冒险，但马蒂在第5集有回归，一起寻找海神三叉戟。最后跟着杰克船长及黑珍珠航向海平线的另一端。人偶形态的马蒂维持光头，脸上是有点迟疑的小胡子神情，身穿第2集开始搭配的绶花红棕背心，白袍上挂着一把钥匙。根据幕后设定书，好色马蒂在胸口挂钥匙，是代表自己能打开所有女孩的心房。人偶配上不可动小短腿，呈现侏儒海盗的身形。被昵称为老卡的卡登是一位来自船难湾的老海盗，外表沧桑，最大的特征就是他的舌头被割掉，并养了一只会说话的神奇金刚鹦鹉。根据前传短片，原来在轨道船来袭的不久前，卡登在船难湾参与了史嘉蕾和吉塞尔的拍卖会，就是那2位手劲强大的女士。海盗蒙加德大闹会场，用火枪击中了拍卖官，还射穿了至高无上的海盗法典。蒙加德警告在场者都不准告密，其中包括卡登。但从下场来看，卡登可能口风不太紧。响应杰克号召，最后成为黑珍珠号的团员之一，后来成功逃过食人族囚禁，跟随伙伴一同从魔柜里救出了船长杰克，在第3集大海战中存活下来。不过后续电影就再也没有这位鹦鹉老海盗的身影了。卡登头上绑着加勒比海盗风格的蓝灰色头巾，脸上布满灰白胡子，紧闭着无法说话的嘴。虽然缠着旧皮带的布袍破洞跟电影相同，但人偶却把背心给脱掉了。和卡登相依为命的发言人鹦鹉，合组也配上了蓝黄鹦鹉零件当代表。最早在1989年经典海盗系列中，是红胡子船长饲养的红鹦鹉波西。后来官方在2009年让鹦鹉产生晕染色泽，在2016年微调了鸟喙设计。统整一下，鹦鹉在各个系列都有出现缤纷色调。详细发展，会客室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期待乐高学整理的超完整文章，看完马上变成鹦鹉万事通。蓝黄鹦鹉身躯使用类似水转印的设计，双色区块都是随机渲染，让卡登手上的鹦鹉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哦。忠心又熟知海上传说的大副约夏米吉布斯，曾跟随英国皇家海军无畏号远行，并提醒总督千金伊丽莎白不要乱唱海盗的歌。当杰克和父亲爱德华蒂格被海军俘虏时，出于友情，吉布斯秘密地帮助他们逃狱。后来他擅离职守，为了克服对海盗的恐惧，干脆自己就成为海盗，并且与杰克有非常深厚的交情。在图图加港帮杰克招募船员，金币诅咒破除之后，吉布斯与众团员迎接杰克成为黑珍珠号的船长，引领影迷们一同经历食人岛冒险、新加坡马六甲混战、勇闯魔柜救援、海盗王大会，也在漩涡海战幸运存活。而后来到伦敦，却被误认为是杰克船长而遭到审判，结果反而被朝中的杰克巧妙拯救，与杰克分工合作，去寻找生命之泉及黑珍珠号，印证传说之后，一同出海寻找海神三叉戟，并成功躲过鬼船沉没玛丽号的追击。
吉布斯堪称是《神鬼奇航》系列的重要绿叶。官方后来以他的视角及口吻推出电影设定书《海盗守则》，一本为那些渴望遵守准则并过着海盗生活的人而写的书。据称这本海盗记录是在铁达尼号上被发现的。有趣的是啊，合组设计师麦克也曾负责过乐高铁达尼号的设计哦。吉布斯大副在2011年就先有人偶模样，新版延续电影形态，后梳灰发，在脸上连成招牌胡须，和蔼微笑，转过来是面对追击的紧张表情。同样的沙米色布袍外，穿着一件蓝灰色海盗背心，脖子上也绑着标志领巾。作为杰克船长最信任的老友和伙伴，黑珍珠号是绝对少不了吉布斯大副的。堪称系列第一女主角的伊丽莎白·史旺是牙买加岛皇家港总督韦瑟比的独生女，热爱冒险又不甘心受限于世俗框架的她，心中向往逍遥自在的海盗生活。小时候为了保护威尔杜娜，将她佩戴的厄兹提金币偷偷藏起来。多年后在皇家港碰上了杰克，也因为金币引来了巴博莎的追捕。后来在大海经历奇幻冒险，逐渐变得独立又强悍，被新加坡海盗王校风误认是遭到囚禁肉身的海神女妖。在校风将死之际，他接受了海盗王象征的9枚金币信物而继任。在大会上，因为杰克的一票，让伊丽莎白直接翻身成为海盗王大会霸主，号令9大海盗领主同心开战。但爱人威尔受了重伤，转变为幽冥飞船的船长而续命。战后，伊丽莎白跟儿子亨利一起期盼威尔每10年上岸的那一天。最后，因为海神三叉戟破除了诅咒，让伊丽莎白终于能和威尔在陆地上重逢。伊丽莎白人偶在2011年美美登场，身穿巴博莎指定款鲜红晚宴礼服。2025年翻新人偶模样，换回了总督爸爸送的伦敦时装礼服，混着白色蕾丝，浅米白金色调连到裙摆，上头具有精致的金花绣饰，腰部被马甲紧紧缠住，这个让伊丽莎白差点送命。浅棕长发垂挂肩膀，脸部使用常见到不行的路人女生表情零件，不说还以为是其他电影的女角色穿越到大航海时代了。在电影中，厄兹提金币串起伊丽莎白和海盗的缘分，合组便配上了一枚圆形印刷砖，圆边雕花中央的骷髅更改成乐高头形式，持有者将受到永生诅咒。但这个版本完全不用担心，合组里面还多附一个送礼自用2相宜呢。漂流海上被伊丽莎白救起，在皇家港安顿成为小铁匠的威尔杜纳，其实是海盗携带比尔的亲生儿子。爸爸搭上黑珍珠号出航，多年后威尔收到了爸爸寄来的一枚厄兹提金币，在寻父历程之中被追讨金币的巴博莎发动炮击，才会沦落海上。阴错阳差之下认识了杰克而出海。后来威尔与伊丽莎白回到皇家港，却因为释放杰克遭到贝克特降罪。为了重获自由，他奉命出海去取得杰克的罗盘。虽然威尔也有去深海魔柜救出杰克，但其实他一直都偷偷留线索给贝克特，甚至在海神女妖苏醒时唤醒他的复仇心，致使最终海战出现了超可怕漩涡。过程中，威尔被深海阎王重击，濒死之际，杰克握着威尔的手，刺穿了深海阎王的心脏。不仅击败深海阎王，也让威尔获得永生，并成为幽冥飞船的新任船长。最后诅咒破除，终于能够与妻子伊丽莎白和儿子亨利相聚了。作为系列男主角之一，2011年版人偶穿着第2集灰色花边背心，这次新版穿回了第1集时所搭配的布织搓纹背心，和杰克联手夺得皇家拦截者号之后，脖子绑上了花纹领巾，一头后梳深松发型，帅气脸庞留着小胡子，转过来准备应战海上威胁。这也是演员奥兰多·布鲁继之前勒狗拉斯人偶之后第2位影视角色人偶改版咯。旧版另外还有爸爸携带比尔的人偶，也有儿子亨利的人偶，希望之后能够跟着改版，让海盗父子能3代大团圆。我们都知道，在电影中，赫克特·巴博莎受到厄兹提金币诅咒，跨越大海四处追讨，也串起了主角群的缘分。巴博莎后来被蒂亚女巫用魔法复活，带领大家前往魔柜寻找杰克，并驾驶他心爱的黑珍珠号战胜漩涡海战。在电影故事之前，巴博莎早年认识里海海盗王鲍里斯·帕拉奇尼克，并成为小型帆船眼镜蛇号的船长。在百慕达以北的掠夺海战中受到意外袭击，巴博莎被手下平特尔和拉格蒂救起。他们跟着前任加勒比海盗王唐拉斐尔来到船难湾，在这里遇见了法典守护者爱德华蒂格和他的儿子杰克史派罗。
几个月后，杰克表示找到了当时发动袭击的凶手船只，但巴博沙意外发现那居然是好朋友鲍里斯的船。第一个船长召集了海盗王们组成调查法庭，但大家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最后，蒂格决定传唤常年徘徊海上的深海阎王，鲍里斯的背叛恶行终于曝光。在收到绞刑伏法前，深感歉疚，就把里海海盗王的信物一颗木头眼球传给了巴博沙，他也因此继任成为里海海盗王。作为反派无比心狠手辣，但又是沉稳超可靠的航海大师。漩涡海战后，他将镶有红宝石的伽利略日记留给襁褓中的女儿卡丽娜。不幸的是，黑珍珠号被黑胡子听奇发动袭击，失去一条腿的巴博沙下令弃船，黑珍珠号被魔法收困在玻璃瓶内。复仇心使得巴博沙爬上英国皇家私掠船船长的地位，并获得国王乔治二世的信任，依靠权势以及情报抵达生命之泉所在地，报仇成功，并夺取安妮女王复仇号的控制权。但好景不长，他又被萨拉查船长盯上，胁迫要找到杰克。过程中才惊觉，原来跟着杰克一起寻找海神三叉戟的人，就是他失散的女儿卡丽娜。最终，巴博沙委婉地向女儿表达作为父亲的真挚情感，付出生命换取女儿平安脱险。角色故事起伏跌宕，巴博沙人偶也有不同的形态。2011年带来精美的连身印刷，头上戴了蓝羽毛宽檐帽，披挂可收纳弯刀的挂带零件。人偶还呼应永生诅咒，出现了骷髅形态。身躯使用当年旋风忍者新开发的骨架以及脚掌零件，头部改成骷髅风格。随着故事发展，带来归降英国皇室的贵族版本，穿戴整齐军装和大徽章双角帽，腿部配上了木腿零件。新合组还原第一集模样，改良版宽檐帽插上黑色羽毛，下缘连着头发，充满胡渣的脸庞散发艰险笑容，晒到月光就会转成诅咒的恐怖形态。身披深铁灰长衫，内搭多层布袍和大环长带，除了手拿海盗弯刀，另一手拿着电影中透露着不怀好意的青苹果。作为系列头号大反派兼暖心好爸爸，海盗巴博沙必须要入手。恶名远播、臭名昭彰的杰克史派罗。Captain Jack Sparrow, if you please. 好，杰克船长压轴登场，堪称是全球影史上最为人知的标志海盗。根据设定，杰克船长在台风夜里的海盗船上出生，爸爸是法典守护者兼马达加斯加海盗领主爱德华·蒂格，奶奶则是上一届的大西洋海盗王，叔叔更酷似披头士的保罗·麦卡尼。没错，就是他本人来客串。标准海盗世家一脉相传，杰克船长擅长用小聪明及3寸不烂之舌来欺骗别人，会因地制宜，用智慧及谈判方式取胜。杰克在大海上的首战，就是在魔鬼三角地带智取海盗猎人阿曼多·萨拉查，后来在海难后重生，成为黑珍珠号的船长。经历了系列电影中的各种奇险历程，最后握着神秘罗盘和黑珍珠号的舵轮，驶向充满未知冒险的大海彼岸。没有他，就不是神鬼奇航。杰克船长随旧系列发展，出现了8种形态的人偶，特殊专属长发零件，印有头巾和许多饰品，同时还有戴上了超重要海盗三角帽的模样。服装基本能够分成背心和长袍2种形式。在沉默玛丽号合组中，更将头巾和服装印上了超精致花纹。机灵表情带着不安，因为拿的诅咒金币被变成了骷髅，误闯食人岛，成为等着被火烤的人神。惹怒旧爱安杰丽卡被制作成巫毒娃娃。只能说杰克船长的人偶跟角色本身的海上冒险一样精彩。全新黑珍珠号合组中，让杰克船长全配登场。专属头部配件是全新模组，改版后的巨大三角帽头饰连着标准红头巾，长发上的那一串由过往船员进贡的小饰品，加强细腻的印刷细节。人偶呈现焦糖肤色，充满鬼点子的小胡子表情，同样有一些黑眼影。转过来，感觉是准备溜之大吉。还原初始白布袍搭配蓝背心的装扮，腰际用大环扣固定缠绕的条纹花布垂到腿部，2节式印刷让杰克能穿着海盗皮靴，手中拿着他珍贵的小小罗盘，具有巫术加成，能够指出持有者心之所向。但如果背叛罗盘，罗盘就会释放持有者心中最深的恐惧。旧款就有方形小印刷砖，这一次新合组对照电影微调罗盘玫瑰图的印刷细节，让杰克重新掌握航向。国外官方还另外加上专拼版罗盘小黄盒赠品，海外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哦。由强尼戴普饰演的杰克船长，虽然目前续集还不明朗，不过先收藏强势回归新人偶，坐等全新神鬼奇航电影继续航向海平面的彼端。
以上就是我们10365黑珍珠号深度故事开箱，千片重新复刻加勒比海最速轨道船，雕琢外观及精细内部堪称艺术品，扬起黑帆勇闯世界尽头。让我回归冒险故事最初成员，要继续跟随着杰克船长的航向吗？当然也非常期待电影中的其他奇异角色重新人偶化，深海阎王萨拉查黑胡子快来讨命收债吧！海盗玩家、神鬼奇航迷传家经典，大家最喜欢这次黑珍珠号哪些改版细节呢？欢迎留言来跟会客室分享哦！若想看到更多的介绍与故事，按赞、订阅、小铃铛，记得帮我们用力的点下去，冲破汹涌浪潮，海盗生活乐逍遥，起毛收缆绳，跟着黑珍珠号出航吧！拜。